鼻子吧？应该不会吧？你这么不坚强吗？他们的游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何。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谁呢？快点，腿都麻了。莎莎来了，是谁呢？你为什么不打招呼？业务生说了，我记得你大家都知道我们俩是谁，好吧？你并不是或者你业务生说的，你上来就应该介绍。我粉丝。大家好，我是阿元。让我们合体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小何和阿元。我们终于一起录视频了，在这个2024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大吉。我先说一下前情提要啊，就是因为年末这段时间我们特别忙，没有时间追这个视频，但是我们保证我们两个绝对没有听过这首歌，发誓，吓死了，发誓，因为我平时在练舞嘛，就锻炼身体嘛，然后呢，只要一当这个老师他要教的舞是东北你这节课，我绝对不会去上。然后如果我一听到这个预告里面唱那个什么 Winter Without You 的时候，我立马就关掉。而且只要是就是连 XG 的那个 TikTok 视频都不敢看，就真的害怕的背景音是东北你，不敢随便看，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这个滑走。对，不敢随便看。现在我们把这个歌追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了。我很期待，因为我看那个预告的时候，我感觉是一个很温情的冬日歌曲。对。幸亏我们还趁着这个冬天还在的时候 ready 这个是吧？没事，非常期待啊！看他们的预告，我的预想是他们可能在那个太空舱里，对吧？然后呢，跟自己在他们星球的父母在通电话这样的一个状态，跟那个《星际穿越》里面男主角跟女儿通电话那个模式很像，所以我就大概预想一下这个剧情。OK， 那我们现在也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开始吧。这是。这应该是他们降落的那个星球吧？这冬天吧，冬天的星球。这不就是那个降落的星球吗 ？Puppy Show 里面的星球吗？也是。这好像就是，哎，这不情书吗？哎，是啊，是。爱してる，私は元気です。是吗？就你还好吗？这个衣物发的。我呀，立刻出现了。安迪的手，安迪的手。像芭蕾舞演员。这首歌，这句话特别好。这项链好好看。哎呦，地上凉，快起来 ！Oh my god！ 这是一套剧。我去！我的宝贝，哎呦！我的头好好看，接了一段吗？我操，好漂亮！哦，宝贝！我发现你来了之后，我更控制不住我自己。哎呦，太暖光了！New Dance 他们坐一排。对。哇，我好喜欢他们坐一起。好感人的。没啊，正好是没有你的陪伴，怎么走啊？哦，太好听了吧！啊，这个场景，那套衣服，粉色的衣服。哎，这他们那个飞船里面，我也感觉是飞船里面，是那个，是 New Dance 的飞船里面。对。怎么拜拜呢？天爷，来了，就是这个预告场景。就是没有告诉他们。哦，我的妈呀！宝贝，不要狗鼻子。所以你看，太好听了。不知道。
可是他们几个人的声音。哦。老天爷！好漂亮！他们的飞船都长满了树，看来是也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是坠落了？啊，坠落了？坠落到这个星球了。然后那帕皮兽里面不是降落了吗？然后就是可能是降落之后，然后他们又继续飞行，然后坠落下来，然后所以飞船里面是残破的，有生锈的地方，就那些叶子啊什么都像长得青苔一样。我现在还第一遍的感受吧，就是歌真的非常好听。哎，怎么说呢？这首歌我真的很遗憾没有早点听到它。对呀，多少个寒冷的日子，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感觉温暖很多，好吗？下雪天要听该多好呀！哎，但我以为后面就他们在那个飞船里面跟家人通话那个场景，还是会放出跟预告一样的那个地方。我以为会像那种歌里面插那种电话音。对，我也以为会，这个没有。不过没关系，我们预告里也看到了，还是很满意的这 MV，就是整个氛围感就拍得很好，就是冬日的氛围。这简直就是主唱炫技曲，甚至是全员献技曲。而且那个什么呀？那段吗？就是他们几个主唱声音，那个歌声一出来，就不自觉的跟着动，就是哎呦，太会做歌了。OK， 那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有什么要讲的，一会儿回来，拜。那么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下剧情的解读。第一幕呢是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星球上面，七菜呢独自的走在这个雪地上，然后向着远山呼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从口型以及场景看得出来是致敬了日本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情书》当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就是你好吗？我很好这个桥段。然后这里的剧情的简单概括一下，就是男主角去世了，然后女主角呢是多年无法忘怀的一个状态。电影中的这一幕呢，也将思念至极的情绪爆发了出来，同时呢，整部影片也构建了一个跨越时间的情感状态，即使是死亡，也无法阻隔我对你的思念。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冬日影片，所以呢，开篇呢，借用这一经典桥段，直接将大家拉入到了《Winter Without You》这首歌将要营造的氛围当中，也就是将思念这一词言简意赅的表达了出来。接着呢，艾米的第一句歌词中有一个词胡寄生，关于这个植物呢有一个故事，相传和平之神伯德被邪恶之神罗奇以胡寄生所制成的箭射死了。那么胡寄生呢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伤害伯德的东西。那么伯德的母亲爱神弗利嘉得知之后就痛不欲生，于是呢他就想请众神帮忙，想尽办法挽救这个伯德的生命，最终呢是救活了他。弗利嘉呢也因此承诺，无论是谁以后站在这个胡寄生的底下，便赐给那个人一个吻，也将胡寄生象征的爱、和平和宽恕永远的保存了下来。我不在乎是否有胡寄生，我还是暗自的想念你。这句歌词呢，也体现出来了爱是十分的想念。前面半首歌的歌词呢，都集中的呈现出来了独自在冬日中的孤独和无力感。比如说歌词当中会讲到，倘若我能列一份清单，你会是清单的第一位；倘若我能许下一个愿望，我的愿望是你立刻出现。要是事情能如此的轻易，但有很多事情我是无法改变的，以及没有你的陪伴，我该如何继续下去？那么前半段呢，我认为呢是着重的表现出 X 机的飞船出现了故障，所以坠落在了一个未知的星球。在冬日圣诞季本该是与家人相聚的一个时间里，在未知的领域无法与外界进行任何联系的一种孤寂的情绪。那么下一个镜头则是从 Coconut 躺在幽暗的雪地当中睡去，切换到七小狼一个一个并排的坐在悬崖边上。此时呢，阳光开始普照整片雪原，画面的色调呢也从刚开始的冷色调慢慢变暖。接着小纯就唱着大雪从我的窗外落下，我向星星及天使许愿，盼望不再有孤独的夜。此时画面从飞船内部启动的状态切换到七小狼走进了漆黑破败的飞船当中，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短暂的告别。这里的歌词呢就唱到，所以我不停的许愿，不停的怀抱期待，盼你会走进门。画面呢也呼应着歌词，一扇门打开了。原来刚刚他们拜拜呢，是他们7个人就各自的进入了自己的一个通讯舱。期待这句歌词也唱出了他们每一次进入这个通讯舱时的一个心理活动，就是即使失败了上千次、上万次，但如果再来一次，我仍然会非常期待今天打开门的时候，你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此时，通讯舱和飞船仍然是一个瘫痪的状态。那么解读一下这段飞船启动状态和故障状态穿插的剪辑手法，我们要配合歌词来看，应该是一种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之间对比产生的落差。然后呢 ，S 机呢是希望飞船能够恢复正常，这样能够联系上外界，即使不在身边，也能够透过屏幕去看看自己的家人，也算得上是一种安慰。而现实并非如此，他们无数次的面对着黑掉的显示屏，时间久了，每天在通讯舱里坐一会儿，对于他们来说，也可以算得上是，在离家人最近的地方得到了安慰吧。配合歌词呢，就唱到了我会彻夜不眠的等待，将思念之情推至了高潮。
接着，画面中被黑暗侵蚀的星球突然出现了亮光 ，Julie 的通讯舱呢，灯光开始微微的闪动。他们日夜盼望的事情真的成真了，飞船恢复了，他们终于在显示屏上看到了家人的面孔。但是我对这里的解读呢有2种，第一种是，七小狼和家人在飞船恢复了运作的当下，马上跟家人进行了一个实时的通讯。第二种呢，就是像星际穿越里面一样，因为不同的星球时间的流速是不同的，可能 X 所在的星球1个小时就是他们母星的10年，所以即使是传送过来的讯息，可能他们看到的时候，给他们发送讯息的人是否还在，都已经不一定了。因为由飞船内部破败的程度来看，在 X 所在的星球，时间是一定过去了相当之久的，久到 New Dance 里面崭新的飞船内部也开始生锈，通讯舱也开始泛黄，所以他们看到家人的时候，心情应该也是很复杂的，就是有欣喜，有安慰，有悲伤，也有一些担忧和恐惧。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永无止境的思念。那么同时呢，歌词在这一段也唱到了，我会回放每一个时刻。随着飞船慢慢的恢复正常 ，X 机的服装呢也有了颜色，从白色变成了粉色，位于中央的树也被点亮了，整个画面呢就变得温馨柔和了起来。那么这个树呢，我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他们7个人希望的一个象征。当树再次点亮，生的希望再次燃起，唱起无需担心，让我扭转这一切。在此刻，他们重拾了勇气和希望。那么接下来呢，我从歌词的角度来解读一下我对这首歌的理解。我认为呢，这首歌是要表达 XG 的亲人们，XG 所爱的人们对 XG 成员们的爱和思念，具体就体现在歌词唱到了日子变得如此凛冽，你跟我说你会在圣诞节回家。如果按照我们对 XG 概念的解读呢， XG 呢它是征服未知、开疆拓土的女战士，是离开家乡在外漂泊的探险家。那么这句歌词呢，它对应的就应该是 XG 所关心的人，也就是他所爱的人，他们对 XG 的期盼。又到了1年的圣诞夜，我希望你们可以回来我的身边，跟我一起度过圣诞。然后紧接着下一句呢，就是 Amy 唱到了我不在乎有没有胡寄生。胡寄生呢，在前面小何也给大家解读过了，胡寄生的寓意呢，大多的出发点都是来自于被认为是自然母亲的一种祝福。然后这句歌词呢，它也可以表达出，不管冬日家里是否有胡寄生装点，在热闹的圣诞节 party 上呢，也挡不住爱人对 XG 他的思念。然后在歌曲的结尾呢，是有唱到这样一句，他说，在我即将坠落之处，当一切崩溃之时，我会扭转这一切。宝贝，请你和我说说话，不要为我忧心忡忡，我可以把这些都扭转过来。这里我觉得它反而是亲人对 XG 的一种叮嘱，哪怕是面临自己即将坠落这样一个状况，你也 XG， 你也不必为我担心，我可以扭转这一切，你只需要继续向前，继续前进就好了。然后这里非常巧妙的是，因为这首歌到了结尾的部分嘛，然后伴随着音量它的减弱，然后在歌词的最后呢 ，Just tell me now, so baby won't you， 然后后面是结束的，这首歌就已经彻底结束了。但是这句歌词呢却是不完整的，这就像是我们和所爱的人在进行问候和沟通的时候，它到了一个不得不结束的阶段，然后在外力的影响下呢，音量它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在歌曲里 XG 他演唱的这个力度和感情是分毫没有减弱的。这就是这封来自远方的思念，它来到了终点之后，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在倾尽全力的跟你诉说着我的爱和思念，你感受到了吗？然后当我们把这个歌词从 XG 和亲人这个层面抽离开，然后放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悟到，就是 QQ 音乐里对这首歌专辑详情的一个叙述，就是这首歌讲述的是什么，在圣诞节与重要的人分别的过去，或者是与遥远离去之人的回忆，这些怀念又悲伤的情感，这些思念和爱，这首歌呢是 XG 送给我们每个人的冬日礼物，是我们可以和我们每一个亲近的人和我们珍惜的人去诉说爱和思念的一首歌。然后要特别说的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呢，它写得很好，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英文歌曲它有时候就是要靠非常有才华的翻译，才会不显得那么直白和赤裸裸。然后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 Julie 的那个 rap 那一部分，他翻译过来说，记忆中我们坐在火炉边手牵着手，空气中弥漫着糖果的甜蜜和香料的芬芳，就像季节流转，你也随风而去，春去冬来，12月的忧伤再次如约而至。其实它和英文的歌词上是没有差别的，然后这里让我久违的感觉到了英语的歌词和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好像2个语言跨越了一种壁垒，然后统一了的感觉，我非常喜欢这里。刚刚阿元讲到从歌词对内容的一个解读，就是我跟他2个人可能想的不太一样，就我更倾向于的是 XG 说给亲人听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阿元呢是更倾向于亲人说给 XG 听的一个状态。那么我就讲一下我从这方面出发，我对这首歌的一个个人感受。就首先我觉得我听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是我第一遍追的时候可能比较沉浸于每个人的这个美貌当中啊，但是后面的写稿的时候呢，我是越听越觉得温暖的一个状态，我听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被需要的感受，也让我联系到了 XG 7个人的亲身经历身上，就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然后开始练习生的生活了嘛。说实话就很像 MV 画面中表现出来的那种
一开始在冰天雪地当中啊，总是孤身一人的一个状态啊，就很无助的一个感受。那么他们能够依靠的就只有他们彼此，也就像 MV 中7个人坐在一个悬崖上面，看着阳光洒下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他们呢也是如此，就是背井离乡，只能相互依偎，彼此连结，携手度过看不到头的黑暗，最终呢迎来了曙光。而这种被需要的感受呢，是他们互相之间的被需要，也是与所爱之人的被需要。而人和人之间，不就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感情的连结，才会让明天的到来变得更让人期待吗？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呢？不单单只是因为这是 XG 出的第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更是因为与之前所发行的强劲有力的歌曲风格不同，从歌词到 MV 拍摄所营造出来的一个视听感受，将他们的形象更加立体化起来。他们不仅仅是前面无所畏惧的一个星际战士的状态，同时呢，也是有着柔软细腻情感的女性角色。而这些在传统当中看似冲突的一些特征，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女性都是可以拥有的，不是追求权力和强大就不能够思念、不能够谈论爱相关的话题的，而是对于感情的感知是我们女性的天赋，就是女性天生会对于情感的感知会更加敏感，而这些东西从来不是我们的软肋，接纳和正视自己的情感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然后整个 MV 或许没有之前那么有冲击力，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制作是非常精炼的。首先，这首歌主要表达的呢就是一种怀念，然后又悲伤的思念之情。白雪皑只有天和山作伴，很好的传达出来了一种无助和孤独如黑暗吞噬着一切的一个感受，用非常生锈的至情呢表现出来了故事的情节，而想念呢又是一种极致纯净的情绪。那些看似天花乱坠，实则表意不明的作品，并不是好的作品，有的时候少即是多，看似简单却经得起推敲，才是真正的好作品。那么我对这首歌的第一感受呢，看完这首歌的 MV， 我的初印象是很温暖。这首歌和其他组合的冬日单曲在画面上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其他组合呢，一般都会选择一些比较小的场景，比如说木屋啊，或者是壁炉旁边来搭建一个温馨啊、温暖的空间。但是 Winter Without You，它将场景呢设置在了更大、更辽阔的星球、山川、雪原上。这样的设计一来呢，和 XG 的概念它是有了呼应，也就是 Puppy Show 里面的那个场景是有了呼应的。再来呢，它给这首歌营造出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冬日歌曲的氛围。山峦平原是 XG 征服的一片片旷野， XG 与亲人之间的思念是片片雪花织就的大网，覆盖在旷野之上。分离的感觉是冷冽，思念的情感呢是漫长的黑夜，而爱是我们与远方的连接。它似初升的朝阳，将我们包围。虽然相隔了万水千山，但我们永远都沐浴在彼此的爱之中。大家在看到这个冬日单曲的时候，肯定就想到另一首歌，也就是《New Dance》。作为在23年8月份发布的这个歌曲呢，《New Dance》呢，它是一首清爽的 party 歌曲，在夏日躁动的这个气氛中，穿着缤纷炫彩的服装来霸占我们的目光，然后展示他们的热情、活力和自信。然后在落日的余晖下呢 ，XG 的一切都好似海风的吹拂，它吹散了夏日的炎热，然后吹跑了烦恼和困扰。而我们在 New Dance 中只需要尽情的玩乐，享受舞蹈就好了。为什么会说到这两首歌？一来是因为一个是夏季发布的，一个是冬日的礼物曲。然后这两首歌呢，首先它们的基调是不同的，然后配合着不同的这个歌曲基调呢，场景设置上也是用了不同的巧思在里面的。New Dance 呢是自由享乐的玩耍，因此它在场景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拥挤的街道呀，然后很小的一些场景设置，比如说游戏馆排布起来相对密集的场景，它给我们营造出了一种紧凑的节奏感，还有炎炎的夏日下热闹的气氛。然后这呢是和它的歌曲基调是相呼应的。而 Winter Without You 呢，它抒发的是一种思念、一种爱的一种温情的感觉。它歌曲的听感上是非常缓和的 R&B， 然后在画面的设置上呢，有宽广的平原、山川，然后在这样简单宽阔的环境下，人们的思绪呢很容易一下子被打开延展，但是却找不到支撑的支点。这个时候呢，配合这个雪景和歌词，情感和思绪呢就被 XG 的歌声牵动着，汇聚成为了这首歌温情的一个基调。两个 MV 另一个的不同之处呢，就在于一些服装的细节设计上。在 New Dance 那个 XG 的服装呢，它的颜色整体是非常的鲜艳，它们的材质大多是一些非常轻薄的纱质呀，然后有闪光亮片，甚至有就是夏日我们会戴的墨镜来体现这个夏日的燥热。然后 Winter Without You 呢，主要是以白色和粉色两套服装为主的。白色这一套服装呢，它的目的就是在于展示这个冬日的凛冽，然后有雪系穿搭非常中外的这个毛茸茸的帽子，以及一些毛绒针织面料来表现。然后第二套服装呢，就是应该是与日本的樱花颜色相对应的粉色，因为成员们都是日本人嘛。然后樱花呢是非常能够代表 home family之间情感的一个标志。MV 里那棵树，我认为它应该也是樱花树，就是猜测嘛。好了，说完了不同之处，我们来说一下两个 MV 的一些相通之处。这就是阳光。在 Winter Without You 的 MV 中，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爱是我们和远方的连接，似初升的朝阳将我们包裹。虽然相隔了万水千山，但我依旧沐浴在我们彼此的爱之中。
XG 成员们他们坐在山崖边沐浴着朝阳。我为什么会认为这里是朝阳呢？是因为前面的一部分呢是布满了极光的黑夜，按照时间的顺序往下排，这里应该是朝阳啊。然后 New Dance 中呢，他们是在落日的余晖里肆意舞蹈的。那为什么一个是朝阳，一个是落日呢？我觉得去深究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必要。他们在本质上呢，它的用意呢是相通的，就是用来表达一个时间的流逝。在 New Dance 里呢，它表达的可能是它可以从早到晚肆意的舞蹈，不知疲倦。在 Winter Without You 中表达呢，则是我们对亲人、对爱人的思念，可以跨过漫长的黑夜，穿过极光和星辰，哪怕是清晨，我看着太阳升起，可我的心里却想着我该如何是好，没有你的陪伴，我该如何继续下去。从这两个 MV 的一些对比中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 XG 它的制作团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心，而且他们可以真正的做到作品之间环环相扣。我之前用过的概念，我可以在之后继续去运用，甚至我可以让不同的作品之间通过对比，去让大家看出我们在这个不同的作品上倾注的心血，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给你们点赞。刚刚也给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制作团队它是非常的厉害，然后这个 MV 呢也是非常经得起推敲。为什么经得起推敲呢？接下来我就通过造型和服装方面来跟大家讲一讲。那么这次冬专呢，主要呢就是2套服装嘛，白色的和粉色的。那么说到冬日穿搭，那毛茸茸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了。出现在户外的场景当中呢，白色的这套服装皮毛的体量在整体的造型上占比呢是要比室内粉色的那套更重的，也是为了烘托出在一个雪地的寒冷。而成员们的服装除了皮毛以外，还运用了比较粗的针织衣物，以及做了破坏的处理和缠绕绑带效果的服装。饰品上呢也多选用棕色系，是一种更趋向于自然的一种颜色，然后用旧物呢和混合材料制成了项链，比如说 coconut 项链，然后还有手链。然后呢这种类型的服装和形状不规则的配饰呢，也让造型展现出了一种原始和野生感，也与前面我们解读的剧情相呼应。飞船坠落，然后系统瘫痪，七小狼被迫流落于此。然后粉色的那套呢是在飞船恢复运作以后出现的，相较于白色那套的造型呢，就多了一些科技感，主要体现在镭射的一个布料，比如说 Julin 穿的裤子，以及液态的金属饰品的出现，然后皮毛的体量也减少了。那么这2套服装运用叠穿搭配，增加了一个整体造型的层次感，并且完美的展现出来了色彩极简和设计极繁的一个平衡。我只能说搞时尚还是你们 XG 在行。整体的服装我们粗浅的讲一下，然后这里呢我们就挑选了几个成员们上身的品牌来介绍一下，因为我没办法把所有品牌都讲全，所以我们就挑选了这几套造型里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我们来讲一下。 OK， 首先要讲的呢就是成员们身上穿着的 IMG 这个品牌的服装，它是一个澳大利亚的时尚品牌，它呢是由设计师和他的姐姐在2017年共同创立的。这个品牌的名字呢是来源于超模 Gia Kalenji。IMG 最初呢，它在时尚界受到欢迎呢，是因为 Bella Hadid 她在巴黎时装周期间呢，穿了他们家的衣服，然后被拍到了。大家知道 Bella Hadid 的这个影响力也非常的大，然后这个品牌呢就迅速的引起了时尚界的关注，然后大家就发现这个品牌，原来这个品牌的服装也有点意思哦，又兼具了美式辣妹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又搭配着各种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一些复古时尚元素，又时髦又前卫又甜美又火辣。它服装呢有很多都是以突出女性性感的身材为主的。这个品牌的价格呢非常非常的亲民，我今天去逛了一下，我都想要入手了。然后呢，我要说的就是厚底鞋，它的俗称就是艾滋乐，就是近几年就相当受欢迎嘛，因为它那个厚实的鞋底不仅能够拉长人的比例，同时呢还会显得你的脚腿会更加的纤细，就显瘦的一个效果。那么 MV 当中 Julin 和 coconut 呢是上升了品牌 New Rock 的白色厚底鞋。那么 New Rock 呢是一个西班牙的高阶鞋履品牌，它呢以其独特的金属朋克风和哥特风给人带来极具力量感的视觉冲击。其叛逆反抗的品牌特征呢是一直被亚文化爱好者所推崇的。这个品牌完美的诠释了金属和鞋履的融合，就是它有很多鞋子上面是真的带了很重的那种实实在在的五金在的，所以鞋子还是有一定重量的。这个品牌呢在不受框架束缚的创新之下，创造天马行空的非凡创意，所以呢也经常被爱豆运用到造型当中。EVE 然后 New Jeans 很多女团都会运用到这个品牌的鞋子，确实很漂亮。那第二个呢是出现在粉色这一套当中的 Demonia， 这个品牌的风格呢更偏向于哥特亚文化。这个浪漫而神秘的品牌呢是深受年轻女孩的喜爱的，穿上它呢就仿佛动漫世界里走出来的叛逆少女，你可以大胆的张扬你的无畏之姿。配饰呢，首先我要讲的是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品牌游牧 Julin 和七萨佩戴的液态蝴蝶戒指呢，是游牧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设计单品，运用了高度抛光的银色金属蝴蝶呢，就犹如建模中飞出来，附着于人体之上，充满了未来科技感。品牌呢致力于非传统材质以及工艺细节的实验性的应用，推崇女性独立自主，鼓励女性发现个性并且勇敢的表达。
达，在强调女性柔美娇媚的同时呢，也凸显出来了女性的坚强和自信。游牧的产品呢，将甜美与叛逆、复古与当下、现实和梦境融为一体，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一个设计风格。最后一个要介绍的这个品牌呢，非常可爱，也就是咱们中国摄影师品牌 Melted Potato， 也就是 Amy 和 Coconut 身上的饰品。这个品牌呢，它非常有趣，它的品牌名呢诞生于2018年的一个夏天，灵感呢是来源于周杰伦的一句歌词，是可爱女人中的一句歌词，就是我想和你一起融化，融化到银河系。所以这个品牌呢也叫做融化的马铃薯，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品牌的设计灵感呢来源于物体融化时的轮廓和线条。每一件设计的作品呢都是随性无规则的，是融化时最真实自然的一个状态。它会经常运用梦幻的色彩来搭配金属质感。这个品牌的设计主要是在探讨一个幻想与现实的边界，也是这个时代之下才会产生的一个设计作品。这个设计师 Amber Young 真的做到了将元宇宙中的单品带入到了现实世界当中。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然后刚刚我在旁边在等待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就是Winter Without You 的幕后，那太空舱通讯舱里面，然后每个成员父母给他们说什么话都有。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可以紧接来看一下，我非常想知道到底说什么。会哭鼻子吗？应该不会吧？你这么不坚强吗？我那会儿看妈也哭，我都要哭了，眼泪里面。可是我的眼泪，我很坚强，我为啥？是不是搞笑啊？这应该是真的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放的吧？不知道哎。ジリン、元気にしてますか？ママも元気です。マヤ。マヤ。啊，七三。哇，他妈妈的声音好温柔哦。哎，咪丢。ここ投げた。哇塞，在这样的环境下。ママやで。マヤで。車でひながよく聴いていた曲が流れると、家族で遊びに行った時のことを思い出すよ。これからいろいろな経験を積んで自信もついてくると思うけど、時々は自分を見つめ直すこと忘れないでね。またいつか一緒にクリスマスパーティーをしようね。ジリンへ。毎日 XG の素晴らしい活躍をたくさん目にし感激しています。夢に向かって輝く光に突き進むジュリンを XG を誇らしくそして強く愛おしく思い応援しています。これからもジュリンがジュリンであるようにジュリンを思いっきり楽しみ、他の誰でもないありのままのジュリンでいてください。離れて暮らしてるけど心の中でいつも一緒だよ。マヤのことをいつも考えてるよ。マヤと出会って18回目のクリスマス。これからもずっとずっと何十年もメリークリスマスとマヤにいたいから、マヤでいつもパパとママに言ってくれる。健康で安全にいるからね。いつも元気に笑顔で頑張ってくれ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そんなマヤを誇りに思っています。離れて住んでてもそんなに違和感はないというか、YouTube でありがたく見させてもらってるので活躍してるさを見れてすごく幸せで、生き生きしてます。2人でよくクリスマスを飾り付けしたり、ツリー我去，这句词跟歌词，大好きだったもんね。いつも笑顔は絶やさず、優しい心で、そういう線に愛を持って、このことを心の中にいつも入れながら過ごしてください。他の国に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忙しい中いつも電話だったりメールだったりくれ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ココナっていう名前をね、心に響くって書かせてもらったけど、やっぱりそういった全てやっぱ心に響かせて、でその響きをやっぱり全世界のアルファーズの方々とか、全世界の方々に、ぜひね、そういった心の響きを伝えられるように、ぜひ今後もね、心響かして頑張ってほしいなって本当思ってます。ジュリはママの光、希望、すべてです。これからもずっとそう、ママはいつもジュリのそばにいるからね。
后面还放这个歌现场。我哪来的自信？我想哭，但是我隐形眼镜戴了一下午了，眼睛太干了，被吸进去了。哎呦！真服了。不是，怎么这样结尾？你不是说我会哭的吗？不是我以为我会哭的，因为我其实看预告片的时候我还好，就觉得是感动，但我就没想到。好，紧急说一下。好了，我已经把它吸收了。紧急说一下。OK， 今天带着泪花。OK， 今天我们视频就到这里了。Yes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期视频。我们也是非常久没录。那么我们今年呢会勤活动，是吧？带着泪花来说今年的展望，就很搞笑。因为我们也很久没有更新了，一直都有看到大家不管是私信啊还是评论区说什么非常期待我们可以继续出，真的超级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还记得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大家加油，然后我们会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让大家来观看，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的，记得1键3连，1键2连，3连啊3连，拜拜，新年快乐，祝大家24年万事大吉，顺利利。好，就这样，拜拜。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龙什么意思？我说龙，你说死是吧？你想一下，龙，我来，龙，再来，龙，为什么猜有什么猜？就这样吧，龙，我知道，你知道，龙，隆作响。祝大家24年隆作响。赚那个钱，赚那个很多钱，那个钱隆隆隆就来了，呼隆隆隆就来了，隆隆隆。OK，就别发朋友，结束吧。OK，先到这里了，拜拜。